百姓们路过县衙时，发现奇怪的一幕：县老爷抓来土匪却不判刑，而是大鱼大肉好生招待，甚至还把妻子送到土匪房间。要知道，在古代土匪可都是人人喊打的。然而县令却生怕他们跑了，不仅给他们洗白身份，还想把他们牵一起接来。又抓来了这么多膀大腰圆的汉子，可都是极好的劳动力。原来土匪是被陈岩抓来的苦力，在县城修了一条水泥路，这水泥路可比普通的石板路平整多了，而且马车走在上面一点也不颠。陈岩可是来自21世纪的高材生，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他为了在女神面前装逼，一下干了2瓶毛子，最后由于酒精中毒，醒来后就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。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当了5年县令，青山县才有了现在的样子。奈何发展太快，人口就不够用了，无奈之下，他就将目光瞄准了周围的土匪山寨。把他们都扔去修水泥路，让那帮老员工看着就行。如果不老实，就让那帮老员工收拾收拾他们。是大人。张大彪屁颠屁颠的带着土匪们离开，而一旁的陆青儿则是忧心忡忡的提醒道：哎，公子，现在县里的人口得有6万多人，若是上边知道了，怕是要怪罪。咱们这犄角旮旯的小地方，谁会在意？那些跟咱们合作商家我也打过招呼，为了赚钱，他们也不会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的。刚开始建设青山县时，陈岩便特别注意表面工作，几年下来，这里的事情从来没有传出去过。先别说这个，咱们不要浪费了这大好时光。大白天的也要那个吗？拿来吧你！这事儿还管什么白天黑夜？然而陈岩不知道的是，就在离青山县不远处，几名女子正缓缓朝这里走来，为首的正是当今女帝唐韵，身后则是她的一众凤灵卫。陛下，你看那里！顺着清渊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在离他们不远处，豁然出现一条宽阔的水泥路。那是什么路？怎会如此平整？还没等唐韵反应，清渊又惊呼道：陛下，再看那里！唐韵望过去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就在他的前方，赫然有一条木质的阶梯，直通向山脚。让他无法淡定的是，那条木质的阶梯是动的，有几个人只是站在上面，便被那条阶梯运送到了山下。那又是何物？是会动的楼梯。可楼梯为何会动？想要弄清楚，最好的办法便是亲身体验一番。陛下，还是先派人过去弄清楚的好。前面那几人不就是从楼梯下山的吗？还有人的地方别叫我陛下。青鸾等人也不敢再阻拦，一行人走到跟前，才发现会动的楼梯其实有2个，一个是上来的方向，一个是下去的方向，均是固定在一个缓坡上。唐韵等人踏上下山方向的楼梯，有趣，只是不知动力的来源在哪里。几人很快来到山下，站在了宽阔的水泥路上。东家，你看那里！顺着清渊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湍急的河水两岸耸立着好几座巨大的车轮，车轮足有2层房屋那么高，并且在不断的转动，看上去十分的雄伟壮观。几位是新来的吗？看你们的样子，应该就是初次来到青山县。因为注意力都在周围古怪的景致上，突然有人靠近，让清渊以及几名凤灵卫顿时紧张起来。望过去见是衙役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原来是衙役小哥呀！见几位带着刀剑，莫非是行走江湖的？做些小生意，带着兵器为了防身。看几位的模样，似乎对这扶梯感兴趣。的确，角哥可否为我们讲讲？哈哈哈，这自动扶梯不是我吹，整个大洲仅此一部，它便是借助了水车提供的动力啊！原来动力来自那里，这倒是有趣。而且因为有水车的存在，咱青山县的农田从来都不需要人去挑水灌溉，并且这些水还能自行流入每家每户，需要的时候打开自家的阀门便可。唐韵一脸骇然，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要知道，即便是皇宫之中，各种用水都是侍者挑来的。卧槽！就凭那个大轮子，便可以将水引入千家万户？衙役小哥开玩笑的吧？几位贵员若是不嫌弃，小的倒是可以充当向导，为几位好好介绍下咱这青山县。王大柱是有几分眼力的，他早就看出这几位无论是衣着还是气质，可不是寻常农妇，出身绝对不低。若是伺候好了，他今天保不齐能大赚一笔。难怪这家伙如此热情，原来是想着赚银子的心思。朝廷的差役岂能在当值期间谋取私利？看来这县令也不是好东西。唐韵忍住心中的怒气，朝一旁的清渊点点头，示意给银子。既如此，那麻烦小哥了。几位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问小的，定让几位的银子不白花。咱青山县有去的地方多着呢。这是什么路？为何会如此平整？这叫水泥路，别的地方可没有。水泥？这路面的确不错。那是嘞，咱们县令大人说过，要想富先修路，只有把路修起来了，青山县的特产才能运出去。你们县令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。我去，东家，你看，我操，这城墙怎会修建得如此之高，居然比京城的都高。唐韵虽然极力克制自己，
可实在是眼前的城墙太过雄伟了，竟然比京城的都要高至少2倍。要知道，修建城墙本来就是极为耗费人力物力的工程，如今的京城可是动用了10万劳力，才在短时间内建成。这座城墙岂不是也要动用极大的人力？此地县令怎敢如此耗费劳力？唐韵说着加快了脚步，此地距离青山县城的实际位置还有一段距离，大约走了2刻钟，才终于走到了城下。动用民力过甚，其罪当诛。哎，贵人此言差矣，修建这座城池3000人，只用了1年时间罢了，算不上动用劳力过甚吧？不是吧？这座城的城墙只有3000人，花费1年的时间就建出来了。贵人有所不知，咱们县令发明的水泥用起来省时省力，而且还足够坚固，用它来建设城墙，要比砖石夯土好很多。东家，你看这墙面的确要更加坚固，光是如此平整的墙面便会非常难过。若是编程也能用到水泥。话说了一半，唐韵想起来自己要隐藏身份，便没再说下去。几位贵人，请随我入城吧。唐韵等人刚进城，就看见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奇怪东西。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嘿嘿，这是香皂，用这东西洗澡，不需要往水中放花瓣，效果比花瓣更好。这个装在瓷瓶中的便是香水了，喷洒在身上，香气可持续2-3个时辰。至于此物，便是口红了。说着，掌柜的轻轻一扭，红色的固态膏体被旋出，让唐韵和清渊啧啧称奇。口红应是口脂吧？作用都一样，可要比口脂好用得多。几位客官感兴趣，可以试试。唐韵当下自然兴致盎然，不过想到自己的身份，他还是婉声拒绝。算了，这些都是贵店的独创吗？嘿嘿，小店哪有这本事？这些都是咱们县令的生意，小店只负责贩卖。这县令还摸索出了女人的东西，当真是不务正业的极品。众人转身离开铺子，清渊则一脸可惜的跟在后边。他还真想试一试香皂，闻着香香的，肯定很好用。离开的时候记得多买一些带回宫里，尤其是香皂。这时，王大柱也一脸诧异的跟了过来。几位怎么不买一些？可否带我见一下你们县老爷？王大柱一听几人要见县令，顿时来了兴趣，因为陈岩可是说过，要是介绍谈成了一扇大生意，他可是有大大的好处。可想到县老爷对他说过，想要忽悠大粉洋花高价买东西，首先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，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要占他们的便宜。几位贵人不着急，这位大人还在休息，咱们再逛逛。村民不种地却靠坐牢发财，全村上到村长，下到农妇，每天都去县衙排队等着坐牢，直到牢房塞满才算。要知道，在古代老百姓打入大牢就等于宣布死刑，然而他们一点也不担心，反而还纷纷跪下感谢县老爷。县老爷真是大好人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这个家都得散。可不是嘛，要不是有这份工作，我全家都得饿死。由于咱青山县暂时没地方，大家只能委屈一下，在牢房工作。原来这是陈岩给村民安置工作的地方。由于青山县的犯人都被他抓去修路去了，因此牢房也就空了出来，他就索性把作坊暂时安置在这里。大家都好好干，成品出来了，少不了你们的。经过3天3夜的赶制，一众捕快看着筐子里2堆白色颗粒的东西，都是一脸疑惑。经过陈岩的解释，众人才知筐子里竟然都是白糖。在场的人无一不震惊。要知道，大周是有一种名为饴糖的粗糖，价格昂贵不说，而且还特别难吃，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。听说自己守了3天的东西，竟然是糖，便升起了浓厚的兴趣，一个个都想上前品尝这不可多得的美味。陈岩也不吝啬，让众人敞开了吃。然而众人只是吃了一口，就摇摇头表示吃不下了，真的太甜了，甜得让人齁嗓子，都开始咳嗽起来。陈岩正准备吐槽几人野猪吃不了细糠，就在这时，王大柱却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。大人，有几个外地的女人求见，小的陪了好一会了，看起来应该是大肥羊。哦，查清楚了吗？出手很阔绰吗？随便打赏给的赏钱，都是好几两的碎银子。嘿嘿，那应该挺有钱。本官去见你。陈岩来了兴致，刚好白糖弄出来，还想着给村民们改善一下工作环境，这可真是瞌睡了就送来枕头。两位贵客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大人客气，冒昧前来，只是希望能够跟大人做一笔生意。做生意好啊，只是不知道几位想做什么生意。难道是化妆品？见对方是女子，陈岩首先想到的便是化妆品生意。胭脂水粉向来成本低，价格高，各地的客商来青山县购买胭脂水粉，着实让他大赚了一笔。化妆品？何谓化妆品？就是你们说的胭脂水粉，只是不知道两位想要在什么地方贩卖。实不相瞒，本县的货品采用的是代理制，很多地方已经有了代理商。代理商那是啥来呀？这么说吧，一个地区同一种货品，青山县只会指定一家代理商。如此的话，能够避免商户之间的恶性竞争。聪明，不知两位来自何地？京城而来。
不会是朝廷得到了风声，前来调查自己吧？大周的皇帝倒是个女的，不过还没听说朝廷哪位大臣是个女的，应该只是普通的商户。陈岩当下给自己打了一剂镇定剂，也就放下了戒心。这种赚钱的好机会，他可不想错过。两位，本官倒是有一样好东西，定然能够赚取大笔金银，不知可否有兴趣？啊，是吗？既然有大笔金银可赚，吾等自然要看一看。哎，此物便可抵1000万金。哎，此为何物？莫非是食盐？嘿嘿嘿，客人可以尝尝，那罐子里的绝对是好东西。这东西竟比上好的饴糖还要甜。无论是卖相还是味道，饴糖可比不了我这白糖。的确是好东西，可若说此物可抵1000万金，有点夸张了。本官要是说这白糖将会比饴糖便宜1半呢。唐韵猛地站起，一脸吃惊地望着陈岩。此刻，他感觉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。以白糖的卖相和味道，他完全能断定出其制作工序肯定比饴糖复杂很多，要不然绝对不可能提炼得如此晶莹剔透。陈大人莫不是在说笑吧？并非玩笑，白糖就是这个价格。陈岩早就算过，即便比饴糖便宜1半，他还有近乎50%的利润。见陈岩一脸郑重，唐韵开始怀疑起来。要知道，若是陈岩说的是真的，可就意味着整个大周普通的百姓也完全可以买得起白糖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巨大的市场带来的利润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说实话，他有些动心了。如今战争刚刚平息，国库的银子早就剩下不多了，可做什么事都需要银子。眼下有如此一个能赚取大笔银子的机会，他岂能放过？若真如此，白糖的确值1000万金。不过，咱们先说好，我们要是合作的话，你需要先投入大约3万两的银子，算是换取白桃独家经营权的加盟费。唐韵不在乎银子，他现在纠结的是，作为皇帝与民争利是否会损失朝廷的名誉。东家，不如回去后与族老们商议一下，毕竟不是一个小生意。一旁的青鸾看出了唐韵的纠结，果断地给他出了一个办法。相信白糖定能风靡天下，只不过我家一众族老向来固执，是否能接下这笔买卖，还是要回去问问族老们的意见。陈岩并未有所疑虑，在大周多数生意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经营，就算是一家之主，也不能做到一言而决，何况对方还是一个女子。不知多久等待回复，最多半个月。好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既然要合作，都是要通报姓名的吧？唐韵不禁一怔，他肯定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名，大周姓唐的只有皇家才有，说自己姓唐，一样也会暴露身份。呵呵，倒是疏忽了，我等来自周家。周姑娘既然能够找到我们青山县，实在是缘分。我们青山县可不好找。陈岩话语中带着几分试探，他总是觉得眼前的姑娘气质很是不凡，那张脸若有若无的带着些许的王霸之气，让人看了不由感觉菊花一紧。倒也不是随意找过来，而是听一些商户提起。唐韵自然明白陈岩的心思，心中却是纳闷，明明现在战乱已经结束，身为本地的县令，不应该如此怕青山县暴露才对，可陈岩为何如此谨慎呢？以前我也听说过青山县的百姓生活得非常艰难，没想到在陈县令的带领下，发展到如今这副面貌。若是朝廷知道有陈县令如此能臣，定会大加褒奖。唐韵还真不是随便一说，他心里头真就是如此想的。能够在战乱的数年间让属地百姓活得如此滋润，的确应该褒奖。姑娘，难道不明白？当官是最没意思的，尤其是京城的大官们，每天都会被陛下当狗一样使唤。要不是方便咱合法弄一些产业赚钱，就连这一方县令咱都不当。他什么意思？难道正是那种不体恤臣子之人？还有，他当着县令只为了捞钱？可恶，怎会有如此县令？姑娘既然是来自京城的商家，咱就得说好，不要将青山县的事情泄露出去，尤其是不要泄露给京城的官员，要不然咱们以后可就无法合作。哼，捞钱很好，既如此，就也得让你帮着朝廷捞钱，不能只肥了你的腰包。正好，现在朝廷缺钱的紧。唐韵从陈岩手中要了一些白糖，然后在青山县买了各种特产，一行人便出了城。青渊，放一队凤梨卫在青山县，好好查一查，青山县这么多人，到底是哪来的？朕记得青山县最多也就1万人，可如今这青山县远远超过了这个人数。朕总觉得这个陈岩身上有很多秘密。他制作出精盐却不售卖，而是免费送给村民，甚至送货上门还倒贴1两银子，拒绝拿盐就会被立即斩首。要知道，市面上1斤精盐可是要卖5两银子，这可是普通老百姓2个月的生活开销，而且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到。相比之下，大周的官盐很是粗糙不说，甚至吃到嘴里还十分苦涩，而如今陈盐免费给大家，着实让村民们倍感惊喜。县老爷真是大好人，给我们安排工作不说，还送我们这么好的精盐，可不是吗？我听说这精盐连皇帝都没吃过。这样做就算朝廷查到了，也没法定我的罪。
原来陈岩知道大周的律法规定，盐铁生意不允许官员私自买卖，否则就会被砍头。可奈何大周粗盐又实在难吃，他就将目光看向青山县周围附近的废弃盐场，最终经过他的加工提炼出了精盐。想着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，可又怕心存歹意之人借机上报朝廷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这才有了开头村民必须要食盐的场面。陈岩这边免费发放食盐可谓是热火朝天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凤灵卫暗中已经把他调查了个底朝天。此时唐韵已经知晓了全部。这家伙居然能从废弃盐场中开采出食盐来，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对于大周而言，此乃天大的事。如果废弃盐场都能够开采出食盐，那可就能解决大周的盐荒问题。青山县能够在废弃盐场中开采出食盐之事，切勿外传。你的人也要在暗中帮陈岩护住此事。陛下可以尝尝看，下面的人说这食盐有所不同。妈呀！这盐味道怎会如此之好，不带一点苦味？唐韵是在难以相信，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品质如此之好的盐。原本他以为盐中带点苦涩，那是理所应当的，却从未想过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点苦味都没有的盐。臣也不知道，这天下知道开采如此纯粹的精盐，怕是只有陈岩一人了。唐韵脸上泛起浓厚的兴趣，从小生活在帝王家，见过无数人，就连朝堂上那些年过半百的老臣，他也能将其看得通透，唯有陈岩他却看不透。无论是白糖还是这精盐，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。光是这制作精盐之法，若是献给朝廷，一个京城五品大员的封官肯定是跑不了的，更有可能会给他个爵位。可这家伙竟然对升官没有一点兴趣，此人究竟真是爱财，还是用爱财来掩饰自己的才华？唐韵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，心中开始思虑该如何让陈岩心甘情愿地献出制盐之法。可思来想去，唐韵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，恐怕唯有与陈岩合作做生意这一条路可走了。深夜，唐韵秘密地回到了京城，他连夜便将朝中最为倚重的几位大臣给叫来。陛下乃是九五之尊，私自出宫，实在不妥。说话的便是文昌台，乃天下文官之首，而一旁的黄良阁则是力挺唐韵登基的重臣，在他还是长公主的时候，还当过齐老师，也有着超凡的地位。唐韵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，其实根本不当回事。来人啊，给几位大人上茶点。很快，几名太监端着一个茶盘，并放在几名大臣的面前。多谢陛下体恤，老臣就不客气了。黄良阁自顾自地拿起一块糕点吃了一口，其他几名臣子也都不再客气。然而糕点刚刚入口，几名大臣都是怔住。好甜的糕点，莫非是哪个部族进贡而来？如此甜的糕点，肯定会耗费许多的饴糖吧？陛下，战乱刚停，四处都需要银子，陛下还是应当节俭一些，给重臣做个表率才对。唐韵冷笑一声，他早就猜到黄良阁会如此，当着群臣的面教训自己，是他一贯的作风。奈何黄良阁辅佐自己成功登基，最后更是成功平叛了朝中乱党，他也不好对黄良阁怎么样。饴糖贵重，朕已有半年未曾食用。陛下乃是九五之尊，要是如小儿那般胡搅蛮缠，可没什么意思。皇将既如此说，朕便让你心服口服。唐韵轻轻地摆了摆手，一名太监立马端来了一罐白糖。诸位且尝尝。这是何物？偶像尝过，应该就会明白了。到时候，希望你还能如此自信。黄良阁皱了皱眉，沉默一会儿，他拿起一个勺子吃了一口，竟然是甜的。如此纯粹的甜味，老夫从未尝过。能够将味道提炼得如此纯粹，炼制此物之人，绝对不一般。其他几位大臣见黄良阁如此评论，于是都上前品尝了一口，纷纷都表明其价格肯定不菲。这下黄良阁更加坚定自己的看法了，更是上前一步质问唐韵起来。若陛下偶尔吃上一两次，倒也无妨。可天下刚定，户部早已没了银两，朝廷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用钱。这又是告诉你，这白糖的价格只有市面上饴糖价格的一半呢。怎么可能？这下在场的大臣们都愣住了，尤其是掌握整个大周粮钱的何进尧，他对物资价格最为敏感。如今大周缺粮，饴糖已经涨到1两银子一斤了，这还是最便宜的。白糖一斤不会超过50文，若无意外，始终都会保持这个价格。什么？何进尧无比兴奋地高呼起来。要知道，饴糖的炼制消耗主粮，而白糖并非是从粮食当中炼制出来的，品质还要比饴糖好上很多，价格也更加便宜。只要不是有特殊癖好的人，都会选择吃白糖。饴糖没有人买了，自然也不会有商家炼制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能一定程度上缓解缺粮的问题，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，却也是天大的好事。陛下，何人炼制出的这白糖，这是泼天的功劳，应该奖励才好。此人是大周一处县令，朕倒是跟他提起过，可他一心只想赚钱，不愿跟朝廷扯上关系。既然是朝廷官员，又懂得如此炼制之法，不如让他贡献出来，当做缓解天下粮荒的一个法子。人家这法子能换来无数的金钱，凭什么贡献出来呀？你自己可以当圣人，
不能要求别人都跟着当圣人吧？郑导是觉得户部不如经营白糖，既能够让白糖进入市场造福百姓，又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粮荒问题。至于户部的亏空，也会随着白糖进入市场得到解决。可朝廷经商与民争利，不太妥当。黄大人此言差矣。若是朝廷将白糖贩卖至天下，全国普通百姓岂不是人人都能吃上？皇相何谈与民争利之说？这不是妥妥的为百姓谋福吗？黄良阁被噎了一句，心有不甘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。全凭陛下决断。如此的话，便让户部负责前期的投入。这算了一下，大概需要3万两银子。何进尧当下就亢奋起来，3万两还是能拿出来的，而且这生意摆明了会赚钱，他拿出去也不心疼。陛下英明。好了，既然事情敲定，诸位都退下吧，何清留一下，这还要同你商量一下具体事宜。众大臣纷纷退下后，唐运与何进尧两人当即就秘密成立了一个周氏商会，打算以此来跟陈岩商谈合作之事。若是让周氏商会参与到盐铁买卖上面来，你觉得是否可行？陛下不可，盐铁专卖乃是朝廷国策，断然不能随意更改。若是这个县令有办法利用废弃的盐场制盐呢？陛下，此人莫非是神仙？唐运其实也不太敢相信，要不然朝中几位重臣都在的时候就说这件事了。可这消息毕竟是凤翎卫实打实的查到了。几日之后，这与你同去一次青山县，你就知道了。捕快进村不抓人也不办案，而是挨家挨户刨老百姓地头，甚至还专挑没有庄稼的荒地挖。他们3人一组，一个负责用锄头挖草，另一个则就拿绳子捆绑，最后那个就把杂草装在马车上。不一会，全村的田地无一例外，杂草都被他们挖得干干净净。他们装满了10几辆马车后，就朝着县衙方向走去。这可把一旁围观的村民高兴坏了。这县老爷人怪好嘞，还派人给俺家除草。可不是嘛，猪胗那东西虽然有些甜味，可入口之后扎嘴得很，连我家牲口都不吃。看着一辆辆甘蔗停靠在县衙门口，可把陈岩高兴坏了。要知道，这个时代的人不知道甘蔗的用途，只知道这东西占地不说，而且还限制了庄稼的生长。村民可谓是讨厌野生甘蔗极了。陈岩也是利用了这一点，既解决了百姓的农田问题，也收获了源源不断的白糖原料。而一旁的唐运等人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他，他们哪里能想到，白糖的原料竟然是毫不起眼的杂草。现在还担心原料不够吗？这野生甘蔗大洲随处可见，你们完全不用担心。难怪他敢将价格定在饴糖的1半，他是现在的这个价格，利润也很大吧？原来唐运与何进尧商量好成立周氏商会之后，就马不停蹄地赶至青山县，与陈岩商定白糖签订契约之事。然而何进尧却害怕产量跟不上，开始怀疑陈岩的办事能力。为了解决他的顾虑，陈岩就命捕快进村挖野生甘蔗，不仅保证以后甘蔗也能实现人工种植，还跟众人说明以现在的生产速度，每天至少能提供3000斤的产量，并且以后还会成倍的增长。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好，很好。怎么样，跟咱做生意不吃亏吧？双方很快便签订了契约，当然，契约仍旧是以周氏商会的名义签订的。唐运和何进尧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。按照契约约定，两位还应该尽快在大洲各地建立贩卖白糖的商铺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陈大人放心就是了。周氏商会在大洲各地都拥有商铺，就连大洲之外的各国也有一些。陈岩大喜，他脑子里有着不少的好东西，若将其弄出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而周氏商会还是个跨国企业，这不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吗？然而此时的何进尧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食盐的事。自从唐运跟他说过，陈岩不仅能制糖，还能从一些废弃盐场中提炼出食盐出来。为此他还专门查阅了青山县的历史，这一查才知道，青山县当年迁移居民至此，能成为一个县城，便是因为青山县周围有很多盐场，而后面颓败数十年无人问津，也是因为100年前的那些盐场都已经停止了开采，因为已经采不出什么来了。这一点他还专门询问过盐铁司的人。说到合作，不知陈县令还有其他的生意吗？坐在一旁的唐运目光也落在了陈岩的身上。相比于白糖，他对盐的兴趣更大。要知道，白糖并非是必需品，在大洲只能算是奢侈品。可盐不一样，想要健康的活着就必须吃，而大洲恰恰缺盐，四处探寻盐场，几乎是大洲每一任皇帝必做的事。若是陈岩能够从废弃盐场中提炼出盐来，对于整个大洲而言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暂时没有什么可做的生意了。我们周氏商会并非一些小商小户可比，其中一些朝廷禁止的生意，周氏商会也能够搞定。周氏商会的实力，本官并不怀疑。以后青山县有其他生意，一定最先考虑与周氏商会合作。眼下青山县真没有其他生意了。唐运都想骂人了，如此引导，陈岩这家伙竟然还装糊涂，难道非要他主动问起盐的事情？可若是能够主动问起，陈岩肯定会心生警惕。唐运下意识地望向何进尧，亦是让何进尧想想办法。接收到了唐运的眼神后，何进尧也是一脸苦涩，他也没办法呀，毕竟是违法的事。思虑稍许后，何进尧心生一计。
看这时辰，应该是晌午了吧？有眼的而来，既然谈完了正事，中午便在谢雅的后院小酌几杯，也算是预祝咱们以后的合作能够顺利。唐韵十分满意的朝着何进尧点点头，一会儿只要在饭桌上提起这一茬，肯定可以从陈岩口中套出一些东西来。不一会儿，几人就来到饭桌前。陈县令，你这里的菜肴味道有些不对啊。老夫也是觉得这味道同以前吃的好吃很多，最为重要的是里边没有那一股微苦的味道。几位有所不知，后厨所用的食盐乃是本官特制的。难道盐中的苦味能够去除掉？盐中带着苦味，那是因为杂质去除的不干净。纯净的食盐可是没有苦味，白糖也是同理。莫非陈县令是购买官盐后再进行炼制，才去除掉盐中苦味的？青山县有不少废弃的盐厂，从那里取盐提纯便，反正只是自家人吃，没有贩卖，也不算坏了朝廷的规矩。这时，唐韵见火候差不多了，给一旁的何进尧使了个眼神。接受到信号之后，何进尧装出一副恍然间想到了什么的样子。这么说，陈县令懂得制盐，品质如何？可否看看？那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？卖盐那是需要盐引的，只有盐铁司制定了商户，才可以公开售卖。哈哈，陈县令有所不知，我们周氏商会可是持有合法盐引的。本官看过盐铁司放往各地的通报，持有合法盐引的只有5家商户。上面并没有看到周氏商会啊！何进尧顿时亚麻呆住了，他断然也想不到陈岩竟然还专门看过盐铁司的通报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觉得有戏。陈岩看过盐铁司通报，也就说明陈岩本来也是有心卖盐的，要不然他看盐铁司的底报做什么？至于想要弄个合法盐引，还不是唐韵一句话的事。实不相瞒，周氏商会已经通过某些手段同当朝的盐铁司搭上线，相信盐引很快就会弄到手。陈岩倒是没有怀疑，倒是猜到了周氏商会背景不俗，却也没想到周氏商会能与盐铁司有联系，心中亦是有几分惊喜，同时更是有几分警惕。周氏商会的实力，本官佩服。若是到现在，陈岩还不知道对方的目的，那他就是个傻子了。上赶着的买卖，他可不会主动点破。对方知道自己懂得制盐的事情，陈岩也没有丝毫意外。青山县制盐本就不是什么秘密，只要在县城内打听一下就会知道，自己又没有贩卖，只是免费发放，根本不犯法。这家伙又不傻。他怎么可能没听明白何进谣言中之意？唐韵也懒得继续同陈岩拉扯了，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目的。幽闻陈县令能够开采出品质不错的食盐，周氏商会打算在食盐方面与陈县令合作。陈岩轻笑，之所以始终拿捏着不主动点破，目的就是为了可以得到更好的合作条件。现在对方主动点破了，那自己也不继续藏着掖着了。青山县有盐矿，我也的确有新式采盐之法，可以提炼出品质不错的食盐。既然周氏商会有盐引，合作也没问题。但是，哈哈，陈县令想说什么，直言便是。若是合作的话，青山县利润要占到50%，至于盐税等一切费用，我们一概不负责。唐韵听到这个条件，心里虽然有些生气，可他在乎的根本不是盐的利润，而是陈岩是否真的能够在废弃盐场中继续开采出食盐来。陈大人，不如先带我们去看看你的盐矿，你是否真的能够从废弃盐矿中提炼出食盐来？这还是一个未知数。陈岩没有多想，对方说的倒也是实情，人家东西都没见到，自己就开始谈条件，属实有点难为人。也罢，一会儿带你们去看看盐井。将一块木板连接着铁锉，然后将其固定在一个支架上。这时只需踩踏木板的另一端，铁锉就会被带动钝击地面。如此反复踩踏踏板，铁锉就会不断向地下延伸，直到撞击到地下的卤水层。这时就得到了一口卤水井。接着在井口上搭建一个三角形支架，支架的顶端再安装一个滑轮，随后在滑轮上放置一根麻绳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拿一根竹子，将其内部打成空心状，并在桶底用熟牛皮做一个单向阀，再用3根木棍安装在阀门外部，然后将竹子连接上麻绳，最后将竹筒放入井底。卤水这时就会顶开竹筒底部的阀门，等到卤水灌满竹筒之后，地面上的工人就使劲往外拉，单向阀就会自动关闭，直到竹筒被拉到地面，就得到了地下卤水。这就是陈岩利用现代知识发明的地下盐井开采方式。哈哈哈，陈大人发明的取盐之法真是妙啊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大周德兰是不缺盐的，只不过你们只知道开采地面上的矿盐罢了。陈岩将这个方法说了出来，倒也不怕影响青山县食盐的售价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打算让青山县的食盐以量取胜，而是要以质取胜。他可以将从地下取盐的方法告诉旁人，却绝对不会将提炼食盐的工艺告诉外人。而唐韵却不知道陈岩心中所想，还天真的以为陈岩并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呢。这家伙将取盐之法告诉了我们，朝廷也可以开始从大周其他废弃的盐场试探性的取盐，也许可以完全解决大周盐荒的问题。看来这家伙也完全不是为了钱啊！
原来唐韵跟陈岩签订了白糖契约之后，就开始想着买入青山县炼制的精盐了。刚开始陈岩还装傻充愣，拒不承认自己炼制过食盐，因为这可是杀头的买卖。何进尧当即表明周氏商会可以弄到合法盐引，可以放心合作。陈岩知道也瞒不住了，因为他在青山县每户都有发放食盐，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就知道了。索性就提出买卖食盐的条件，唐韵立即就爽快地答应下来，这才同意众人来参观自己这盐场。这里是放置食盐的地方，我带你们看看成品。几人刚进入仓库，一堆堆如同小山一般的食盐就出现在眼前。唐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双目瞪得极大。身为皇帝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食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些盐的精纯度如同雪花一样白。这些都是精盐吗？看着跟大周的食盐一点都不一样。刚刚不是已经尝过此盐制作的菜肴吗？本官可以十分确定地说，这些盐要比大周的海盐要好上很多。何进尧则是蹲在一堆盐山前，用手捏了一口，随即便尝了一口，立即满脸兴奋地看向唐韵。B。话刚出口，何进尧就憋了回去，因为太兴奋了，差一点就说漏了嘴。大小姐，这盐没有半点杂味，比市面上的盐要好上很多。冯进，你来看看。冯进其实是盐铁司的官员，算是一个专业人士。何进尧跟唐韵此次来青山县，最重要的目的便是查探一下青山县制盐的事，自然需要带一个懂行之人。至于此刻的冯进，心中早已经掀起惊涛骇浪了。若非是自己亲眼看到，他都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洁白的盐。可否让我尝一尝？啊，可以品尝，不过现在还是粗盐的状态，并不代表最终的品质。我操，这还不是最终状态？冯进瞪大了眼睛，说实话，就眼前的这些食盐，拿到盐铁司也会被评为甲等上。甲等上的食盐也是最贵的食盐，基本上除了一些达官显贵之外，也就只有皇宫会采买，普通人根本就是买不起的。而眼前这些陈岩口中的粗盐，品质已经远远超过所谓的甲等上了。他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小口，眼珠子好像都要瞪出来了。我操，如此精纯的咸味，在盐铁司干了一辈子，还是第一次尝到。冯进兴奋地过了头，一时之间竟忘记了何进尧对他的嘱咐，暴露了身份。陈大人勿怪，其实我们周氏商会一开始就知道青山县制盐的事，今日前来确定此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，所以带了供职于盐铁司的工匠过来。陈岩眉头微皱，他想要低调的在青山县过小日子，不想与朝廷的人接触太深。现在突然出现了盐铁司的人，多少让他有些心生警惕。对方虽然只是盐铁司的一名工匠，肯定也经常会与盐铁司的官员打交道。不过仔细一想，既然自己想要卖盐，就早晚要跟盐铁司的人打交道。就算与周氏商会合作卖盐，青山县的盐场就必须要在盐铁司备案。如若没有经过盐铁司的允许，青山县就算将盐卖给有盐瘾的商户，也属于是违法的。不妨事，只是周氏商会既然要合作，还必须保证除了在盐铁司进行必要的备案之外，最好还是不要暴露白糖和盐是从青山县流出去的。老夫实在不解，陈大人有如此才干，就是应该让陛下知道，那样才能施展更大的抱负啊！我最大的抱负就是赚钱，赚钱这种事情嘛，也用不着麻烦陛下他老人家。陈岩下意识地说道，可听在唐韵的耳中却十分刺耳。唐韵觉得自从来了青山县，无时无刻不被陈岩给气到。这个混蛋要不是庆幸自己有几分才干，他早就下令将陈岩斩杀了。哼，既然你对制盐如此精通，那么对炼铁呢？突然的疑问让陈岩当即怔住。盐铁基本算是一个王朝的根基，与粮食的地位是相等的。这女人似乎对于炼铁十分感兴趣，难道说周氏商会除了能够弄到盐引之外，还能够做铁器的生意？不知道。在不清楚对方目的之前，陈岩可不想承认自己懂得炼铁，并且青山县的确暗自打造过铁器甚至兵器。你不承认，很好，这就让你不得不承认。陈岩带着几人继续在盐场逛了一圈，当然一些涉及到粗盐提炼的工坊，他可没有带他们过去。九位，我看天色不早了，咱也该回家了。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陈大人说的是多有打扰，还望见谅。从盐场出来，天色已经渐暗了。唐韵跟何进尧肯定无法回京城了，暂时只能在青山县住下。凤灵卫对此早就有所准备，害得人传朕亲笔，让徐宇飞明日赶来青山县。另外，告诉你的手下，要一直待在徐宇飞身边，不要让他有传信的机会。这段时间经过凤灵卫的多方位查探，陈岩有私自打铁的工坊，而半年前徐宇飞就是在此地养过伤。他最后重新出现在视野中，便是带着1000身披黑甲的士兵出现在战场上，扭转了京城之战的局势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只是战后，徐宇飞拼死也说是从一所匪徒营地缴获而来，为此唐韵也是拿他没办法。徐宇飞那老家伙就是不承认黑甲铁骑出自哪里。而陈岩又懂得制造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再加上这家伙私自打铁，两者之间一联系，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？
第二天一早，荀彧飞就被带到了唐韵面前。他心里已经知道唐韵的目的了，只是唐韵无论如何怎么询问，他都是一个装傻充愣。让他上战场杀敌，他是二话不说就冲；可让他出卖兄弟这种事情，他可不会干。玄国公想多了，这已经成立一个周氏商会，并且已经跟陈岩达成了合作关系。接下来这还想买他的铁器，只是想你当个中间人。唐韵这般说辞，倒把荀彧飞整不会了。原来陛下都已经与陈岩开始合作了，那他还瞒着陛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嘿嘿，陛下勿怪，微臣早就答应过陈岩，不跟任何人提起此事。那铠甲确实出自陈岩之手，不过私自贩卖军资是违法的，陈岩那家伙不会干的。朕当然知道，所以才让你过来。朕会给周氏商会下一道手续，会允许周氏商会经营铁器。见到陈岩后，你只需要从中做个见证，到时候陈岩肯定会相信你。哈哈哈，陛下是打算将全军的军士配备上我那样的军备？暂时肯定不成，至少还要看陈岩那家伙弄出来的白糖能够给朕赚多少钱。说到这里，唐韵心下暗笑，用陈岩的白糖赚钱，赚过来的钱又买陈岩的盔甲，就可以武装大周的军队，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啊！不对，这忙前忙后，帮陈岩卖白糖，赚到的钱还要去买陈岩的铁器，这岂不是说到了最后，钱都让陈岩给赚去了？唐韵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商人，被其中的弯弯绕绕的有些头疼，索性不再去想。你收拾一下，明日与朕去见陈岩，记住，到时候莫要说错话，暴露了朕的身份。嘿嘿，陛下放心，我这张嘴可是严实的很。